人们的世界有好多秘密，我也有。宗怀，杨叔叔，恭喜你啊！省里的作文比赛1等奖。谢谢。你们那个安老师啊，把我当成是你爸爸了，回头你要不跟他解释一下？没事的，谢谢杨叔叔。哼，你二他妈的，她不就是我亲姐吗？啊，是吧，亲姐？我渴望成为这个家的小孩，时常我也以为自己成了这个家的一份子。默默，可是有一天，默默消失了。我猜测到可能发生了什么。你是不是知道默默在哪？我不知道。但我选择了隐瞒。要不这样吧，等莫远生出来以后，我让杨叔叔带你过来看他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不能告诉我爸，这是咱们2个人的秘密。一开始，我以为自己能把默默带回来。他想把莫远当做是给你的惊喜，他不让我告诉你。孟怀，住在这家里的，真的只有你和你爸2个人。后来，你们这就是引狼入室。我开始后悔，看到他们那么伤心，那么绝望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私。我差一点就让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失去孩子。会不会，默默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咱们？上周五咕噜丢的那天晚上，看到默默跟一个陌生男人在楼下谈话。那人长什么样啊？我只记得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西服。请问有人在吗？杨父，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。上警官好像怀疑默默的失踪跟我爸有关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他之前问过我，他说我爸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。我说错了，我杨远，我一定要拯救默默。没有我们，只有你。杨叔叔，杨叔叔，我爸的房间里面有打架的声音，但是房间反锁着呢。住手！你不要再伤害任何人了。走吧，我上去看看了。开车吧。
多吃点。这个年龄啊，真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多吃点好，啊。来，来。那个，吃点鱼。对了，安怀，我把你那个房间给收拾出来了，你看要不要我再帮你跟学校请个假？不用了。好。哎，那个，别吵了。对，这样，我下楼整啊。哎。啊，对了，恩怀呀，你慢慢吃啊，叔叔待会儿回来一并收拾。搬过来住，打扰你们了。怎么会呢？我会尽量安静一点，不会影响到你们生活的。不是，恩怀，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可以直接指出。恩怀，你不吃了吗？那个碗你放那就行了，一会儿我来洗。我自己来吧，习惯了。不要再伤害任何人。徐院长，你离婚的事儿想聊一下吗？你多大了？大你2岁。在这个房间里，坐在你那个位置上的人，我见过很多，他们用不同的方式面对我。你想用哪种？我就不应该坐在这儿。那你应该坐在哪儿？你了解我吗？你认为你了解的，就是真的吗？有什么你想要了解的，尽管来。你知不知道许恩怀带杨默去北湖的事儿？如果我要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。哪件事儿？杨默失踪的事情啊。青兰园小区17号楼2单元301的情况，是我一字一句的问，还是你自己主动的说？有些事儿这么长时间了，想必你都想清楚了。301的租户，你之前认识吗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？这个上周6，他去我店里买过瓷砖，买了多少片？31片。你没问他为什么要买瓷砖吗？12月27号，你该给恩怀准备一次礼物了吧？张警官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我没有作案时间，第一次回到家，在房间里有没有找着孩子？您为什么会咬着我不放呢？是我哪里疏忽了吗？你在宁湾工地接到我们的电话，有几秒的迟疑。
就凭这几秒钟？就是因为这几秒的迟疑，让我发现你身上更多的疑点。现在该我来提问了，你是什么时候觉着孩子会跑到301的？在宁湾工地接到你们电话的时候。所以你在家待了3个小时，你并没有休息，而是在清理现场。衣柜的收纳箱平时都放在什么位置？右侧。你拖干净了屋里的地，可是衣柜上的指纹，你为什么没有处理掉？我为什么要处理？我又没干什么。你没干什么。301的业主你认识吗？他之前找我帮他装修过。只有这些吗？不然呢？8月26号晚上你在哪儿？在家。谁的家？那天晚上你干了什么？你应该不会忘记吧？你是不是觉得，在女性身上发生这种事情都不会声张啊？说实话，张警官，我没有考虑过事发之后他会怎么做。换句话说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事情发生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。我不是一个赌徒，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但是我那天进入了他房间之后，我就那样的看着他，我的意识和我的身体突然分开行动了。你们可以把我当成是一个入室行窃的盗贼。在我进入的房间里面，摆着一个上了锁的箱子。我一旦选择打开它，我就能得到财宝，获得无尽的财富。当然，我也可以选择视而不见，转身离开，就当从来没有来过。我的意识告诉我这么做很危险，可是我的身体却不受控制。我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。他当时没有选择报警，也许是我的侥幸。而后来那个孩子从我家跑去隔壁单元的301，让你们发现了这件事情。这是我的报应。我知道，迟早会来的。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，我都会告诉你们。想要问什么，您尽管问，我一定配合。你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一点都没有考虑过你女儿的感受吗？
看什么呢？夏云清。我一直在想选正说最后一句话到底什么意思。之前调查许安正的时候，我侧面了解过他跟夏云清家里情况。离婚前，许恩怀一直是由夏云清在带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离婚的时候夏云清不带走恩怀？跟夏云清当时的经济条件有关吧。离婚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没要，后来还在外面租过一阵子房子。我问过法院那边，当时是询问过许恩怀自己的意愿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跟谁都一样，他能照顾好自己。所以，法院就把孩子判给了许安正。至少从经济条件来看，许安正更符合要求。先别想了，去会议室。17号楼1单元302室和2单元301室中间只有1墙之隔。杨默和许恩怀相约去北湖，他拿了许恩怀给他的家钥匙，躲进了302室，正好被我们堵在了房屋里，所以他阴差阳错进入了许安正的衣柜，从而误入了隔壁的301室。根据现场勘查，许安正在301室衣柜的背板安装了单向锁扣，而且为了降低噪音，他在木板的底端还安装了滑轮轨道。那杨默是怎么发现的？衣柜的挂衣间一侧叠放了4个收纳箱，剩下的空间不算宽裕，身体与活动木板的碰撞这是难以避免的，所以杨默是无意间蹭开了背板，从而发现了暗道。跟杨默确认过了？还没有。虽然杨默精神恢复的不错，但是表述的不够清楚，因为有很多细节他已经不记得。我说一下2单元301的情况。袁平安经法医鉴定，死亡原因是突发性脑梗，属于正常死亡。袁武呢没有给120打电话，而是决定把自己父亲的尸体藏在家里。之后我们在302进行痕检的时候，发现的第3个人指纹就是袁武的。301还有另外一起案件是4个月以前发生的。许安正借着给2单元301进行装修的时候，私自装了暗门，趁着自己女儿许恩怀不在家的时候，对林楚平实施了侵犯。这3起案件今天就算结案了，大家把案件资料整理一下，移送给检察院审查起诉。大家辛苦了，散会。没想到这2起案子还把4个月前的迷奸案给牵扯出来。陆队，我觉得301的袁武也挺奇怪的。我之前听杨远说，他还给杨默做过元烧弹，还陪孩子一起看动画片。如果那天他做了错误的决定，事情就会发展成另外一个样子。是。哎，张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问我怎么样啊？装车呢，马上就出院了。你来是找他？许安正让我跟你说，恩怀跟他妈妈在一起，他觉得不大合适。他觉得夏云清不是一个合格母亲。你了解夏云清的事吗？凭我的直觉，我看到的夏云清跟他口中的不是一个人。什么意思？我看到恩怀妈妈对恩怀确实有关心，但是母女之间还是有隔阂。玄正也知道，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照顾恩怀，而且你们4个人的照片，我之前在恩怀的房间都看到了。看起来是我们在照顾恩怀，其实恩怀帮了我们更多。婷婷，这是爸爸写给你跟妈妈的第1封信，也可能是一封永远不会被你们拆开的信。爸爸做了非常离谱的错事，并不奢望得到谅解，但是我不能再选择逃避了。一直以来，
我都安然自得地享受着别人对我的照顾，从没努力去承担起自己该有的责任。婷婷，对不起，爸爸把自己活成了你们生活的旁观者，只能悄悄地远远看着你。从今天起，希望爸爸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对得起你爷爷给我起的名字。活在正午的阳光之下，爸爸也期待你亭亭而立，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，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是您买的，这个呀是送您的试用装啊。真的吗？对，反正咱俩加微信了嘛，有什么需要的直接微信上告诉我，我给您寄过去。常联系啊！好，哎，拜拜拜拜。桃姐，我今天货你给我发出去没？早给你发出去了。那网店可以呀，一天营业额赶上我好几天了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又不是天天吃。小晴，你教教我做网店呗。你想学啊？对啊，你看我这实体店，这房租这么贵，我还得一天到晚在店里盯着。这要是在家有台电脑就能弄的话，我不也多点时间陪陪默默吗？也是哈，你这有进货渠道，网店我有经验啊，可以啊，要不咱俩一块整得了呗？真的啊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说好了啊。这下你就有时间照顾默默了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陶芳在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去医院看孩子，但是你们已经出院了，真的很抱歉，元武做这种错事。我有一个冒昧的请求。我的当事人呢，希望能够求得两位的原谅。元武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伤害过孩子。他吧，成长环境比较特殊，从小到大，不管什么事儿，大事小事，全是他妈妈一个人。这跟我们有关系吗？那个人把我孩子绑在椅子上10几个小时，默默手都勒青了。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行了，不用再说了，洋洋，我们走。我女儿婷婷，她也在阜成小学。我知道我的请求很过分，对不起，元武错的真的很离谱，对不起，抱歉伤害到孩子。我听说他之前还给孩子做过桂圆烧蛋，可在那之前，他什么都不会做。这份请求书对我当事人的减刑是有帮助，但是他更希望的是能够求得你们的谅解。我女儿婷婷她还小，我就只想让她在长大成人之前，看到她爸爸重新做人。请坐。躲开，躲开了。我吃香。哥，你要输了。楚平啊，你有时间跟你嫂子多学点儿。我跟你爸这个厨艺啊，你跟你哥一点也没学着。哎呀，我嫂子会就得了呗。再说人家可比你跟我爸做的好吃多了。哎，嫂子，哎，你要不要考虑在那个新媒体上面做个美食专栏？我只会做饭，写文章哪那么简单呀？我会啊，要不咱存点钱一块开个餐馆多好啊！哎，你这个主意不错啊，是吧？你打小就嘴馋，看见好吃的就走不动路。他要是开餐馆啊，准备他自己给吃黄了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
我老婆给别人做菜，是不是？你得了吧你，人家嫂子爱吃烤鱼，你什么时候让人家做过？就是。行了行了，先别下棋了，饭都好了，快过来吃。待会儿下，待会儿下。反正我没你们俩说说了啊。爸，就喝点酒吧。哎，好好好。楚平，清单园那个房子，让我想想吧。那个房子里面发生过那些事儿，不管是租还是卖，肯定都不好弄。有没有帮你？不用，我自己处理。走吧，你们也快过来。爸妈就多喝点啊。哎，哇，这么风尚。快坐下。你们不是爱吃鱼吗？看看你嫂子做的。烫着来，放这。啊，闻着香味了吧？来，谢谢嫂子。干杯！谢谢啊，来干杯。3个肉的，1个素的，拿个碗。3个荤的。拿了。这个腌是吧？对。少吃点肉，要吃蔬菜，吃肉有劲儿。谢谢啊，过去了。肯定有给你打电话了。哥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都离婚了，发生这种事儿还得给他东奔西跑。晚上想吃排骨吗？默默，怎么了？妈，为什么恩怀姐姐最近都不来找我了？她去哪儿了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恩怀姐姐搬去跟她妈妈一起住了。那她妈妈为什么不能搬过来跟她一起住呢？这样我就能天天找她玩了。你不是想看动画片吗？今天做完作业，咱们可以看一会儿。分母分数相，分母不分分子相，分。妈，你到底会不会呀？我这不正在看半天了。这小学题现在也太难了，这都教的什么呢？分子分。要是恩怀姐姐在就好了。妈，你能不能把恩怀姐姐叫回来？你再给妈妈一起记回妈妈算啊，等会儿啊。放分子的合出去了。
这一个人在这看啥呢？喝点水。刚才看见恩怀，我就在想，这个元武的女儿将来会怎么样？她比默默还小点呢，这个事儿会不会对她将来的生活造成影响？这事儿咱俩要不再想想？元武，这人是做了坏事，但看这写的，也不像个坏人。确实也是因为他，最后默默没出事。是啊，那张警官不也说了吗？说这件事儿，如果有一个环节出了差错，这结局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说他本质应该不坏，应该就是从小被他爸妈安排的太好了，包裹的太严实了。你是不是都想好了？行吧。孩子的学业固然重要，心理健康和人格塑造也很重要。行，也算是对他女儿有个交代了。哎，你说，恩怀为什么突然跑回来？他不会是被他妈赶出来的吧？不会，但是他们俩那么长时间没生活在一起了，不适应应该是有的。要不咱们还继续照顾他，就跟以前一样？没法跟以前一样。为什么？他是未成年人，我们要照顾他，是要承担责任的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跟恩怀相处也有1年多了，对于他的成长环境，咱们一点都不了解。还是不够关心他。要是能找谁了解一下就好了。我知道找谁了。找谁啊？哎，我可不是背后说人闲话，我就是觉得，恩怀这孩子确实不适合跟着他妈，要是能跟着你们俩，那当然好了。是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儿吗？嗨，这个青南园小区我也住了10好几年了，你们也是后搬来的，他们家有好多情况你们都不知道。你比如说像小夏，他对待孩子哭闹的事情就挺奇怪的。就拿恩怀1岁那年说吧，那个时候小区啊旁边是块空地，就是现在的农贸市场。哎呦，那工地上啊，整天那个挖掘机呀、钻土的声啊是响个不停。可是只要恩怀一哭，这小夏呀，抱着孩子就往楼下跑，就往那儿去呀。开始我还不明白是为什么，后来我有一次偷摸的跟着他，我一看，这孩子吧是大哭的表情哦，张着大嘴。可奇怪的是，恩怀的声音我一点听不到。这下我明白了，小夏他之所以这么做呀，他是不想听见恩怀的哭。你说，那是恩怀一个人哭吗？小夏他也哭。还有件事，你说这小孩子完成了作业，大人都得给点奖励，看看电视啊，吃点小零食什么的。可是夏云清不同，恩怀要是没做完作业，连家门都进不去，经常在楼道里做作业一个人。你说小孩子多可怜啊！要我说，当初恩怀他爸妈离婚，这问题不仅仅是出在这个许安正的身上，那都说孩子是上天赐给父母的礼物，对吧？依我看啊，这个恩怀对于夏云清来说，兴许就是个错误。老板，送你一个。谢谢啊。
还有这个鸡蛋，多少钱？看你个小姑娘，鸡蛋少收你2块钱，给我18就行。谢谢啊。我的天哪！孩子没心没肺。你说这孩子跟孩子真是不一样啊！恩怀就心重多了。哎呀，这今天见完莫大姐之后啊，这心里一直就堵得慌。你说，咱们有没有可能收养恩怀？我还真上网查了，咱俩不符合条件。为什么呀？他有监护人，而且我们也有孩子。这咋办？我是这么想的，不管咱们能不能正式的收养他，但其实我们一直把他当成亲生女儿在看待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他感觉我们是一家人就行了。但这事儿，咱俩是不是去见见恩怀他妈妈？冒昧约您出来，希望不要介意啊。怎么会？其实我本来就这2天想约一下2位。约我吗？那个，恩怀跟我回到我自己现在的新家，始终有些不习惯。离学校也挺远的，他搬回青兰院，还得麻烦2位照顾一下。你的意思是？恩怀还小，我不可能让他单独住的。我也非常希望能好好照顾他，但是我的工作要求我经常出差，我留他一个人在那个家里实在不太方便。可是恩怀他才……我在的时候一定会尽量陪他，我也会搬回青兰园的。说到底还是我的错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怀着他的时候，我状态就非常差，我甚至一度觉得这孩子有可能是个错误。过去我只想着自己，从来没能好好照顾他。现在我努力想要弥补，但这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我知道过去1年是恩怀少有的快乐时光，因为有2位，所以现在还想拜托2位。真是没想到啊！其实我挺理解他的。很多女人生了孩子以后都会有产后抑郁。我刚生完默默那会儿，每天都特别焦虑，一点小事就想哭。
那时候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。老公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老婆。凤怀，你爸爸让我转告你，你的奖状他已经看到了。师傅，哎，你好，我这个手机屏坏了，要修一下得多少钱？您这个手机现在最新有活动了呀。您这款手机要是现在在我们店里面回收的情况下，您可以参与咱们的砸金蛋的这个活动。近日，我市公安机关在调查一起儿童走失案时，抓获2名涉案人员。在案件侦破过程中，发现犯罪嫌疑人徐某正和袁某涉嫌绑架儿童，其中2人还涉嫌另2起犯罪。经兴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，被告人徐某正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年；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。被告人袁某犯故意毁坏尸体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3个月；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。你看这个叫红雨，红雨，红雨，哎，哎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慢一点哎，默默，别跑！默默往哪儿跑？你看那是个啥？螺啊，那是螺，不是那个，叫这只小手鱼，最大的这只叫许恩怀，那只最小的叫小默默。恩怀，走，我们去看别的了。走了。爸，刚我给起名就那虾是你，虾是我，那个我怎么看着像虾了？恩怀，知道我是不会怪你的。偷偷带走默默，我不会怪你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你才答应的默默。后来出事儿了，我也没有怪你。哪怕默默回不来了，也许我还是不会怪你。但我每次看到你，就会想起默默。不会的，默默一定会回来的。
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种痛苦能胜过失去我。我失去了默默，也就失去了你。姐姐对弟弟挺好的呀。姐姐懂事多了。那弟弟还跟姐姐住一起吗？估计不行，我是大孩子了，男生跟男生住一屋，女生跟女生住一屋。莫言的小主人来了，花花，你看这谁来了？啊？走，是莫远呀！莫远，走，莫远。冉冉跟我说了，对，寒假我们肯定会来看你。对，带俩孩子一块儿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拜拜拜拜。跟爸妈说好了啊。我们终于找回了小莫，尽管阴影依然留存在心底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，也没有完美的孩子。我们依然会选择相信。